别人家刚出生的婴儿都非常可爱，但他们却非常可怜，出生就被安上编码，由当地军营给接管。5岁时让他们看动物的血腥厮杀，以锻炼他们心境的强硬和狠毒。8岁时要在10秒内完成复杂的智力考核，12岁时每天进行长跑的体能测试，跑到最后的会被处决。16岁进行严格的枪击训练，不管对方是否有人质，也要不择手段的解决敌人。17岁训练结束，活下来的将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，他们将参加惨无人道的战争，在战争中他们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不择手段的解决敌人。经过多年的作战，他们从地球打到了外太空，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完美的冷血战士，而他是整个冷血战士中的王者，我们暂且叫他文书。转眼40多岁的他们即将遭遇军队的抛弃，而替代他们的是一批基因改装的超能力士兵。上校决定以后的任务将由这批基因战士完成，因为他们拥有更强的耐力、反应力和体力，而领导文书等人的上尉却一口拒绝，因为他认为老兵身经百战，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，而这些是新兵蛋子，什么都不懂。双方各持一词，于是便决定用比赛来一决高下。而比赛的结果却是，无论在射击方面还是跑步的耐力方面，老兵都不如基因士兵。不服输的上尉还要和上校比一拼作战能力，于是派出最优秀的3名老兵在铁链上与一名基因士兵进行对决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3名老兵就被基因士兵打倒了2名。最后的文书虽然拼尽全力地勒住士兵的脖子，同时弄瞎了他的一只眼睛，但最终自己也从高空中被打了下来，摔在地上失去了生命。此时的基因士兵成功地取代了老兵，而文书等人的3具尸体被上校当成了太空垃圾，丢在了废弃的外太空星球上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文书苏醒了过来，面对缓缓离去的飞船，他眼神中开始充满杀意。文书查看了4周荒无人烟的环境，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活下去。而此时远处的沙尘暴开始席卷而来，文书立即抓住旁边的栏杆，面对狂风沙暴的呼啸，纵使手臂血流不止，他也用坚强的意志硬撑了下来。待沙尘暴小点时，他便通过绳索一路跌跌撞撞地往前探索。很快在废弃的船舱下面，他发现了一大批的难民。可突然一阵狂风再次袭来，文书从上面狠狠地摔了下去，当场吐血晕厥了过去。而因为文书突然的闯入，难民营的众人开始迅速的集结，因为他们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外来人闯入了。对于文书的突然到来，他们很抵制，可善良的首领发现文书并没有带武器，应该不会有危险，所以便决定把他留下来，由大美一家人照顾。经过几天的相处，难民们发现文书厨话少点，饭吃的多点，并没有什么恶意。同时文书也开始跟着大家出去寻找生活用品。可就在此时，突然沙尘暴再次袭来，落单的一名难民眼看就要被卷走，其他人拼命拉扯绳索，却于事无补。这时文书出手，凭借一己之力把他拽了回来。从此以后，文书渐渐地被难民们接受，开始邀请他参加盛大的派对。但文书看着欢快的派对，显得格格不入，因为他从未感受过这样的生活。看见眼前的一切，他脑袋里开始闪现出自己童年的遭遇和现在的祥和欢快的场面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此时的他思绪非常混乱，需要用拳头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情绪。可每打出一拳，每个杀戮的画面就浮现在脑海中。正当神经紧绷的时候，白天被救的难民想来感谢他，却被文书一把死死地抓住。正当快要被碾压时，文书突然清醒过来，这才松开了难民。而刚好这一幕被很多难民看到，首领也开始衡量要不要长期留下文书。到了晚上，大美的儿子来找文书玩，这时后面突然出现一条剧毒无比的小蛇。文书丢过一只鞋子给儿子做演示，教他自己把小蛇解决。可孩子似乎被吓到了，小蛇发起了进攻。文书迅速上前，徒手抓住毒蛇，可他并没有直接解决，而是继续丢下，示意孩子勇敢地解决它。这时孩子的爸妈赶到，直接把毒蛇解决了，同时责怪文书没有人性。经过接二连三的事情，难民们召开了大会，女首领征求了大家的意见，决定把文书赶出难民区。而不善言辞的文书也没有为自己辩解，只是默默地离开，独自来到一个废弃的铁馆里。文书回想起这几天与难民们一起生活的场景，莫名其妙地流下了眼泪。或许在活了40多年里，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找到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。到了晚上，大美和丈夫正在熟睡，突然一条毒蛇爬到了他们的床上。正当毒蛇要发起攻击时，突然儿子一把抓住毒蛇，狠狠地用鞋子拍死了毒蛇。夫妻俩看到这一幕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丈夫立刻沿着绳索一路寻找文书的下落，很快就在铁桶里找到了孤零零的文书。丈夫跑到文书面前，对文书说出了对不起，同时请求她的原谅。而就在此时，
文书看向远方，一艘巨大的飞船出现在了上空。丈夫发现是载人的宇宙飞船，便向其求救，毕竟这是唯一返回地球的工具。可这一举动却被文书给制止了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曾经熟悉的宇宙战机。文书立刻叫上丈夫逃跑，而此时的战机果然下来了多辆装甲车和一群手持武器的士兵。文书和丈夫疯狂的逃跑，可很快就被装甲车发现，锁定了位置，直接一炮轰炸过来。跑在后面的丈夫也因此失去了一条腿。文书立刻拖着丈夫躲在了旁边，可丈夫还是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了。此时文书的眼神中再次浮现出了一丝丝的杀意，而此时的士兵跑回来向上级报告了发现人类的消息。上尉正想下令保护难民撤离这里时，可歹毒的上校居然下令将其射杀，因为他要在这个星球建一个全新的监测站，是不允许任何人知道的。而此时的难民们收到消息，集结了所有的难民。女首领为了避免战争带来的伤亡，于是打算独自向士兵们谈判，可早已没了人性的基因士兵一炮直接轰炸了上来，首领被炸飞数米。难民们也迅速地发起了反击，可各种实力悬殊太大，几炮轰下来，难民们死伤大半。全副武装的基因士兵也开始了屠杀模式。就在这时，文书突然降落，抓住士兵，一刀摸了脖子。随后文书开始收拾士兵的武器，看着天真无邪的孩子和对他细心照顾多日的大美，他将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战场。这次文书将面临的是一支基因改造的士兵军队。他先是打掉一辆装甲车，把里面的士兵吸引出来，在一处水潭里，文书躲在暗处，趁其不备一刀解决掉一个。另外两人听到动静，对前方发出了全方位的火焰喷射。喷射完后，文书从水里突然冲出，拿着机关枪一顿的扫射，2名士兵就此被解决。外面的士兵听到机枪的声音，立刻跑过来增援。突然一架机关枪不停的扫射，士兵们死伤大半。等他们勇敢地冲上前查看时，却发现是一个陷阱。文书在另外一处引爆了炸弹，剩余的士兵瞬间被炸飞数米。随后文书驾驶了士兵的装甲车，解决掉剩余的2人，接着对另外一辆装甲车撞击了上来，2辆装甲车彻底被摧毁。文书正想带着大美和孩子们离开时，突然还有一个基因士兵出现，是当时被他弄瞎眼睛的士兵。文书立刻叫大美先躲起来，他将再次与基因士兵对决。很快2人便扭打在一起，可文书是血肉之躯，而光头是基因改造，在赤手空拳上根本不是光头的对手。之前打不过，现在还是打不过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文书很快就被打得血肉模糊。此时的文书注意到了地上的弯刀，而光头也敏锐地察觉到，立刻弯腰捡去。而文书则伸手用螺旋桨划上了光头的腹部，接着双拳输出，光头被打倒在地。紧接着文书上前勒住脖子，咔嚓一声彻底结束了基因战士。果然再厉害的死尸也抵不过人类的智慧。而飞船里的上校见迟迟没有联系上基因士兵，便预感到了不测，于是就叫老兵去安装核弹，他准备彻底把这个星球给毁掉。可当老兵们刚安装好炸弹时，文书带着大美和孩子出现在老兵面前。老兵们见到昔日的队长，立刻敬礼，文书也相互的回应，但双方都没有说话。而在上校这边，却立刻下令启动飞船，他想丢弃老兵们。此时的上尉再次站出来抗议，结果却被上校一枪给解决了。驾驶员没有办法，只能听上校的准备起飞。可就在这时，老兵突然出现，把上校给制服，硬生生的带到了文书面前。上校见到英勇无比的文书，瞬间被吓尿了，颤抖的说出了求饶的话。可文书始终面无表情，只是让开了一条路。老兵们直接把他们丢弃在了外星球。文书和老兵们驾驶飞船离开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巨大的核弹爆炸，爆炸的气流充满了整个星球。而文书也并没有重回地球，而是在宇宙中选择了一颗最宜居住的星球，和战友老兵、大美还有孩子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这是上映于1998年的一部动作科幻电影《冰人》。相比于现在的科幻片，个人感觉这部片子更真实，中间还有很多精彩的画面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原片。